这里的天空永远暗红，恒星近在咫尺，随时可能爆发致命耀斑。你脚下的土地重力异常，空气成分未知，每一次呼吸可能都是生命的最后一次。我们不是在说科幻电影，而是一颗真实存在的系外行星 LHS 1140b， 一个可能对生命开放，却对人类极端残忍的异星世界。这意味着对人类来说，这里或许并不宜居，但并不等于这里没有生命。在寻找外星生命的旅程中，科学家们通常只关注一个问题：这颗星球是否宜居。如果生命在极端环境中仍能出现，那我们一直坚持的类地标准是否过于狭隘？2025年4月17日，科学家在距离地球124光年的一颗系外行星上检测到了目前最接近生命证据的信号。这个异星世界名为 K2-18b， 其大气层中有多种化学化合物，而这些物质在地球上只与生命活动相关。更令人惊讶的是，其浓度比地球上的同类物质高出了上千倍。如果这确实是生物活动的证据，那么这个遥远的外星世界可能孕育着极其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形态。如今，随着外星生命是否存在的答案逐渐逼近，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大胆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外星生命究竟会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基于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的理论模型，科学家们构建了各种可能性，推演生命在极端非地球环境中的生存方式。现在，我们先去看看那些超越想象的潜在生命形态：体型堪比珠峰的巨型生命体，比史前恐龙更加凶残的掠食者，以及怪异到几乎无法被称为生命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家园——银河系，其中行星的数量介于1000亿至1万亿颗，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在整个宇宙中，科学家估计星系的数量约有2万亿个。在这样一个几乎无穷的宇宙中，行星的数量几乎无法想象。而在如此庞大的数量中，生命只存在于地球，反而显得不太合理。那人类对地外生命究竟有多少了解？截至目前，科学界尚未找到任何直接证据，哪怕是最原始的微生物形式都尚未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稀有。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发现地外生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关键在于，如果生命真的存在于地球之外，它现在会是什么样子？NASA 正在推进宜居世界天文台计划，一项雄心勃勃的下一代空间望远镜任务。其目标是锁定至少25颗潜在宜居的系外行星，并直接搜寻外星生命的迹象。该任务计划在2040年代发射。不过，与其等待那么久，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先想象宇宙生命的可能形态。基于已有的科学数据、理论假说和观测结果，天体生物学家正试图构建地外生命的可能蓝图，它们的形态、能量来源、进化规律以及与地球生命的根本差异。生命的起点可能依然是水。大约40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细胞和简单生命正是在海洋中诞生的。因此，第一类被重点关注的宜居星球，自然是某颗真正的异星水世界。欢迎来到 TOI-1452b， 一颗距离地球仅100光年的系外行星。这个星球的体积大约是地球的 1.5 倍，质量几乎是地球的5倍。但真正惊人的是它的含水量。科学家推测，这颗行星约30%的质量由液态水构成，总水量大约是地球的7000倍。这意味着 TOI-1452b 是一颗被海洋完全覆盖的行星，极有可能孕育着种类繁多的复杂生命。那么，这里的海洋生命会与地球形似吗？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概念——趋同进化。
当不同起源的生命在相似环境中生存时，往往会进化出相似的形态。正如鱼类、海豚以及远古海生爬行动物，其祖先虽然八竿子打不着，但由于生活在水体环境中，基本都进化出了流线型身体结构，以提高游动效率。因此，你可以合理推测 TOI-1452b 海洋中的活跃生物，尤其是主动游泳的种类，可能同样拥有修长的流线型身体。当然，对体型极其庞大的生物来说，速度快不快或许并不重要。哪怕这颗星球的重力略强于地球，但在水中几乎感觉不到。水的浮力可以有效抵消重力，使生命体能够生长到远超地球极限的规模。在这片海洋里，或许存在着体长60至90米的超级生物，比蓝鲸还要大上2-3倍。它们的身体可能呈鱼雷状，但背部可能长有类似鲨鱼背鳍的巨大帆状结构。这些巨大的背鳍并非用于推进，而可能是一种生物光学器官，既是信号发射器，同时还是感知装置。通过释放强烈的光脉冲，它们得以彼此交流，甚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光语言系统。如此庞大的生命体对能量的需求近乎恐怖，单靠进食远远不够。因此，它们的皮肤可能演化出一种特殊结构，可以直接吸收母恒星的辐射，并将其转化为生物电能。这些额外的能量来源为肌肉和神经系统提供持续动力，使它们无需时刻觅食，也能生存与移动。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不再只是捕猎，而是一种与恒星本身紧密相连的生命形态。蓝鲸是地球历史上已知体型最大的生物，但在这片深海中，或许只能算是中等身材的居民。当然，目前这些庞然大物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是天体生物学家基于物理定律以及地球深海生命机制提出的科学假设。至于它们是否真实存在，甚至是否存在任何相似的生命形态，仍有待时间和未来的科学发现来回答。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可能并不在海洋表层，而是隐藏在无底的深渊之中。越远离光源，生命的形态就越诡异。在如此巨大的海洋世界里，生态系统很可能随深度分层。每向下深入一段距离，环境都会急剧恶化，压力不断攀升，光线彻底消失，生命形态变得越来越诡异陌生。即便地球最极端的马里亚纳海沟在深达11公里的地方，仍存在端足类和海参等生物，这里的气压高达1100个大气压。但 TOI-1452b 的情况要极端得多，其水量是地球的7000倍，海洋深度可能约50公里，最深处的压力甚至可能超过8000个大气压。在这种压力下，任何人类制造的深海装置都会被瞬间压扁，变成一层金属薄片。如果真有生命存在于这样的深度，那它必然进化出了突破极限的方式。为了抵御如此恐怖的压力，这些生物的结构与浅层生命完全不同。身体可能不存在任何空腔，而是由高密度液体或高度弹性的组织填充，以此来抵抗压缩。至于坚硬的骨骼或外壳，在这种环境中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成为致命弱点。因此，这些生物可能拥有柔软、胶质化的身体，能够随压力变化而调整形态。在这片绝对黑暗的世界中，眼睛已不再有任何存在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对振动、化学信号或电磁变化极其敏感的感受器，帮助它们在黑暗中感知周围环境。某些生物可能会进化出生物发光能力。在这样的世界里，光不只是装饰，更是一种生存工具。就像地球上的安康鱼一样，它们或许会上浮到较浅的水域，用微弱的光芒引诱猎物，然后在恰当的时机从黑暗中发动致命一击。TOI-1452b 或许是一个被无尽海洋覆盖、孕育着惊人生物多样性的宜居世界。但若生命并不一定需要水或固体地表呢？有没有漂浮在气态巨行星云层之中的奇异生命？你可能觉得这纯粹就是胡扯，但早在1976年，科学家卡尔萨根与埃德温萨尔佩特就提出过这一设想。他们认为气态巨行星的上层可能存在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其环境条件或许足以孕育生命。那么这些神秘的云中生命会是什么模样？
为了寻找这样的生命形态，我们将目光投向一颗距离地球约1347光年的气态巨行星科罗 9b。这里若存在生命，将与我们对生命的传统认知完全不同。气态巨行星的整体环境极端恶劣，充斥着超高速风暴、剧烈温度、巨大气压以及强烈辐射。不过，在大气上层，情况截然不同，那里风暴相对温和，温度与压力也远低于行星深处。根据萨根与萨尔佩特的推测，如果一颗气态巨行星存在数十亿年，其大气中又富含复杂有机分子，那生命或许有足够的时间演化成完全依赖空气的漂浮形态。这些生命从未接触过行星表面，甚至不知道地面这个概念的存在。科罗 9b 正是这种设想生命的理想候选者，其体积与木星相当，但质量略轻。云层温度大致在-25摄氏度到150摄氏度之间，这个范围足以支持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在这颗行星的大气上层，可能漂浮着体型巨大的生命体，有的像气球，有的则更接近空中飞艇。这些生命的身体由极薄的膜构成，内部充满轻质气体，使其悬浮在最适合的生存高度。这层膜不仅用于维持漂浮，还可能吸收恒星辐射作为能量来源，相当于一种非传统的光合作用，却基于完全不同甚至异域的化学体系。不过，仅靠薄膜并不足以抵御紫外辐射。为了生存，这些生命体可能进化出生物发光，使整个身体呈现出红色、蓝色或绿色光芒，类似地球上的某些发光珊瑚。此外，它们或许还能合成特殊蛋白或色素，吸收有害紫外辐射，并将其转化为安全的可见光。在身体下方，很可能存在一个高度集中的特殊生物核心，其中包含感知系统、信息处理系统以及从周围大气中吸收养分的机制。这些生命的规模可能极为庞大。卡尔萨根曾推测，其中最大个体的直径理论上可达1-2公里。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想象，在气态巨行星的环境中，这些云中生命的体型甚至可能大到远超人类认知的程度。你可以设想一个半透明的生命体，散发着柔和的蓝色光芒，如同水母一样在云海中缓缓漂浮，只不过它的体型堪比珠穆朗玛峰。而这个大家伙的中枢器官或许相当于一栋几百米高的大厦。这一切听起来虽然像科幻设定，而非严谨科学，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再考虑到人类对宇宙的了解极其有限，这样的生命形态并非完全不可能。正如卡尔萨根强调的那样，宇宙中生命的可能形态远远超出了人类长期以来的想象边界。当我们谈及生命时，几乎都本能地认为它必须诞生在温和且宜居的环境中。但事实上，环境的极端并不等同于生命的缺席。生命或许依然存在，只是数量稀少、形态奇特而已。甚至可以说，环境越苛刻，进化塑造出的生命形态反而越复杂、越诡异。那么，如果行星的极端并非来自温度或辐射，而是来自重力呢？如果这个星球的引力就像一只无形巨手，几乎要把一切存在压碎，会发生什么？这就是 LHS 1140b 的情况，一颗距离地球约49光年的系外行星，其体积约为地球的 1.5 倍，质量接近地球的6倍，表面重力是地球的2倍。如此强大的重力，足以彻底改变一切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在这种持续而沉重的引力压迫下，生态系统可能并不多样。进化从不鼓励冒险、试错或灵巧优雅。这里没有脆弱的结构，没有敏捷的身形，所有生命都必须足够强壮，足够耐压。你可以想象，这里的生命行动迟缓，体型低矮且厚重，肌肉异常发达，四肢短而粗壮，宛如支撑自身重量的石柱。在这样的世界里，不会存在高速奔跑的猎手，没有轻盈灵巧的食草动物，取而代之的是笨重却顽强的生命形态，专为承受巨大的重力而进化。飞行在这里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强重力让任何生物都无法在空中长时间停留，甚至连跳跃都极为罕见。所有生命都被牢牢按在地面，只能爬行、蠕动，或依靠多条强壮的支撑结构缓慢移动，如同始终在与一股无形的重压抗衡。
生活在 LHS 1140b 上的生命，或许体型不大，速度不快，但一定异常坚韧。这里的平均气温约为零下43摄氏度，相当于地球的极地地区，虽然寒冷，却尚可忍受。如果温度进一步下降，比如达到零下80摄氏度，那么这里将成为真正的进化炼狱，强重力、极寒环境以及极度匮乏的植被同时存在。在这种环境中，生命除了具备极其坚固的外骨骼结构外，还需要进化出厚重的保温层，形成由致密而柔韧物质构成的多层隔热覆盖层，类似鸡丁质，却更耐寒、更柔韧。为了保存热量，这些生命的体型会更加臃肿，行动进一步放缓。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必须极度节能，每次移动都需要精打细算。至于新陈代谢，可能会降低到极限，在极端寒冷时期，甚至可能会进入假死状态，呼吸和代谢几乎微不可察，从外表看就像是毫无生命的小土丘。这些生物的行为和生活节奏，甚至比地球上的树懒还要缓慢许多。如果你真的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几乎不会遇到危险。凭借迅捷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你可以在这些本地居民之间自由穿梭，以好奇的目光打量它们。在那些迟缓而几乎静止的生物中，你就像一个超能力者，一个现实中的闪电侠。相比之下，更危险的世界可能是那些重力比地球更弱的行星。在这样的星球上，生命或许会进化到完全相反的方向，诞生出比侏罗纪时代任何生物都更加可怕的生命形态。特拉普派伊地就是这样的一颗星球，距离地球约41光年。科学家认为，这个异星世界可能拥有液态海洋和大气层。更关键的是，其体积比地球小30%，质量仅有地球的60%，表面重力大约只有地球的一半。正是在这样一个轻盈的世界里，生命的体型几乎不受限制，可能会演化出人类难以想象的生命形态。科学研究表明，真正推动进化飞跃的，往往是剧烈的环境变化，无论是全球变冷、小行星撞击，还是物种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些动荡往往会催生出顶级掠食者，塑造由终极怪物主宰的生态系统。你可以想想恐龙时代，地球曾长期被强大而凶猛的生物主宰了上亿年。而在特拉普派伊地上，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能阻止一个更加极端的版本出现，一个只遵循要么吃，要么被吃这一铁律的世界。大约1.1亿年前，地球出现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陆生动物波塞冬龙。这家伙高约18米，体长超过30米，体重约60吨。当它站立时，哪怕你家住在6楼，仍能透过窗户俯视着你。即便如此，波塞冬龙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食草动物。然而，在重力只有地球一半的星球上，进化完全可能孕育出更加高大、更加恐怖的生命。在这样一个低重力世界里，数十亿年的演化将不断推动体型膨胀，而体型越大，对能量的需求就越高。根据古生物学家的估算，一头波塞冬龙每天需要摄入约200公斤植物。随着体型膨胀，资源竞争必然加剧，进化的方向最终可能从食草转向捕食。那些无法仅靠植物为生的巨兽，或许会开始猎杀其他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化，这种趋势可能造就一个由超级掠食者主宰的世界，其身高理论上可达50米。现在，你可以想象一种高度相当于16层楼、体重200吨的巨兽，依靠2条、4条甚至更多粗壮的肢体行走，张开的巨口如同一辆公交车，獠牙比你的身高还高。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怪物并非寥寥无几，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且随时处于彼此厮杀、彼此捕食的状态。当然，这样的星球上并不只有掠食者，或许还有其他的生命形态与之共存。那些体型较小的食草动物，可能以高达150至200米的巨树为食，这些巨型树木的叶片与果实为它们提供了食物来源。而在低重力的天空中，飞行变得异常容易，空中甚至可能漂浮着体型堪比波音777客机的飞行生物。这是一个隐约让人联想起侏罗纪地球的世界，却更加残酷、更加原始、更加令人恐惧。那有没有某种生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呢？一种与我们理解的生命毫无相似之处的存在？
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生命，包括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生命形态都建立在碳元素之上。碳构成了生命分子的核心 ，DNA、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都离不开它。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形成极其稳定而多样的化学键，甚至可以与自身连接，构建出高度复杂的分子结构。正因如此，碳就像一种分子级积木，拼装出了地球上的所有地球生命。然而，科学家提出，在宇宙的某些角落，生命或许并没有选择这条碳之路，而是依托另一种元素演化而来。生命真正的核心并不在于碳，而是自催化，一种化学反应能够促进自身复制和延续的过程。这种机制是复杂性不断增长、生命得以延续的关键。在地球上，自催化体系依赖碳元素运行，但这并非唯一可能。研究人员分析大量数据发现，有多达270种与生命自催化过程相似的化学反应，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涉及碳，而是与硅元素有关，还有的甚至涉及汞或土之类的罕见元素。这些反应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可能发生，暗示外星生命可能基于不同的化学基础。硅在化学性质上与碳十分相似，同样能形成复杂的长链结构，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基础。那么，现在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个可能孕育硅基生命的世界——开普勒 6Rf。这颗行星位于1200光年之外，体积比地球大40%，可能拥有大气层甚至液态海洋。在其高温高压的表面环境中，硅基生命或许能够自然演化。这些生命体不会由血肉构成，而是以坚硬的硅酸盐化合物为躯体。它们被光滑或棱角分明的晶体外壳覆盖，拥有多支结构，甚至呈现出完全陌生的形态。有的像岩石般庞大而静止，有的则在地表缓慢滑行或滚动前进。其生理过程对人类而言几乎无法理解，不进行呼吸，而是通过与金属相关的化学反应来获取能量。不进食，而是缓慢吸收土壤或岩层中的矿物质。繁殖方式更像晶体的生长与分裂，在恒星辐射或高温作用下，从自身或周围物质中长出新的个体。在人类这样的碳基生命眼中，这些生命体根本不像活的生命，它们的运动速度极其缓慢，慢到几乎无法察觉，看起来更像是奇特的岩石或自然结构。科幻作品早已对类似概念进行过设想。例如，《星际迷航》中出现过一种硅基生命体，能够分泌强酸物质，在地下岩层中自由穿行。但在现实推演中，某些硅基生命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活跃，甚至具有攻击性。比如，体型接近人类高度、外形介于昆虫与水晶雕像之间、披着锋利而半透明的晶体装甲。那么，它们是否拥有类似 DNA 的遗传系统？科学家推测，在这种异质生命中，遗传信息可能并不储存在分子链中，而是存在于一种复杂的晶体矩阵里。信息通过晶格结构、键密度和原子电荷分布来编码。这些矿物基因能够在合适的能量和环境条件下自组织复制。一个个体会以自身为模板生长出新的个体，而温度、压力或环境杂质的微小变化，则可能引发结构偏差，从而产生突变。在这种体系中，自然选择的标准将完全不同，更稳定、更耐破坏、复制更可靠的结构会被保留下来。我们无法真正描绘外星生命的样貌，甚至无法确定它们是否存在。但随着对宇宙认知的不断加深，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外星生命的形态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边界。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曾开玩笑说，如果存在一个太阳系大小的生命体，那将是个糟糕的设计。即便体内信号以光速传播，挠一下头都要花上几个小时。这意味着生命在尺度上存在客观限制，复杂性本身设定了边界。但在这些边界之内，依然存在着足以容纳无数形态的生命。其中一些或许在智慧和文明层级上与我们相当，甚至远超人类。那么，宇宙中是否真的存在某种高度智慧的外星生命，已经建立起我们难以理解的文明，甚至能操控整个恒星系统，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行星结构？
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外星生命的直接证据，但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存在，而是我们是否找对了方向。一组科学家没有选择直接寻找外星生命，而是寻找高级文明可能留下的工程痕迹，比如戴森球。不久前，研究团队分析了数百万颗恒星的光度数据，并对这些天体进行复杂筛选后，他们在银河系中发现了7颗红外辐射异常的恒星，其辐射强度远远超出正常范围，且无法用已知自然机制解释。接下来的任务是通过光学光谱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些恒星的真实状况。至于那些异常会不会真的是戴森球，现在还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关键问题在于，外星文明是否真的有能力建造包裹整颗恒星的巨型结构？如果可以，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宇宙文明通常采用卡尔达舍夫等级衡量，该等级体系是1964年由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舍夫提出，用来区分不同层级的技术文明，其中包括我们人类文明。有一点可以明确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迅猛推进，人类科技正在发生跨越式增长。看起来，我们似乎正站在一场巨大技术变革的门槛上，而卡尔达舍夫等级则为我们描绘了一条通往群星甚至宇宙深处的路线图。接下来，让我们顺着这条路线，逐级审视不同类型的文明，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些近乎颠覆认知的可能性，同时也看看人类还需要走多远，才能真正谈论建造戴森球。在卡尔达舍夫最初的设想中，并不存在0级文明这一分类，但如今许多科学家用它来描述人类当前的阶段，一个尚未摆脱母星束缚、依赖有限资源、刚开始理解并利用行星能量的文明。从现实来看，我们的技术水平相当初级，化石燃料依旧是能源支柱，风能和太阳能尚在扩展阶段，核能的潜力也只是初露端倪。与此同时，我们依旧相当脆弱，依然暴露在行星级灾难之下，气候失衡、自然灾害以及资源枯竭都可能对文明造成致命威胁。人类的活动范围目前基本只延伸到月球，尽管探测器已远赴其他星球。乍看之下，这一切似乎并不起眼，但别忘了，如今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临界点，技术的持续跃迁暗示着我们物种内部尚未被完全释放的巨大潜能。此时此刻，可能彻底改变能源结构的聚变反应堆正在稳步推进，而更具前瞻性的构想，比如太空电梯和戴森球等宏大工程，已进入理论与工程并行的阶段。从0级跃迁到1级文明，或许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关键、最艰难的一步。这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社会与文明层面的考验。人类族群必须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将地球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并确保其长期可持续运作。只有先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资格迈入更高等级的文明。当我们到达1级文明时，意味着开始真正踏入科幻的领域。1级文明将完全掌控其母星的能量流动，调配行星尺度的资源。天气将不再是不可控的自然现象，飓风可以被削弱甚至消除，降雨能够被精准引导至干旱地区。沙漠中覆盖着巨型太阳能阵列，群山之间延展着无尽的风电网络，而遍布全球的聚变反应堆则为整个星球提供几乎无穷的清洁能源。在这种层级下，文明甚至有能力重塑地表，建造人工陆地，并着手对太阳系内的其他天体进行环境改造。他们对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以惊人的效率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几乎没有浪费。不过，1级文明的标志并不只有能量掌控，还可能已经实现了高度协同的全球社会结构。资源争夺引发的战争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围绕科学、探索与文明延续展开的合作。此外，这种文明科技足以令人目眩神迷，人工智能无缝融入日常生活。纳米技术彻底重构制造业与医学，而真正的太空旅行也开始从构想走向现实。然而，即便如此，1级文明依然受限于自己的恒星系统，星际距离仍是障碍，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说1级文明是对行星的完全掌控，那么2级文明则将这种掌控力扩展到整个恒星系统。在这里，现实与科幻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2级文明可以利用其母恒星的全部能量，这正是戴森群或戴森环的意义所在。虽然完全封闭的戴森球几乎不可能实现，但由无数能量采集装置组成的戴森群或环状结构，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标，拦截并利用恒星的绝大部分能量。掌控恒星级能量后，2级文明几乎具备了神奇般的能力。它们可以随意调整行星轨道，甚至迁移行星，以躲避恒星演化带来的毁灭。此外，它们还能够建造行星规模的人工栖息地，为数以万亿计的生命提供生存空间。在这样的能源和技术水平下，衰老和疾病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宿命。意识上传、人工躯体，甚至非物质形态的纯能量生命都可能成为现实，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对2级文明而言，星际航行虽然依旧困难，但已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世代飞船或先进推进系统可以让他们向临近恒星系统派遣机器人舰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至宇宙深处。2级文明的计算能力同样超出想象，他们可以构建与现实无异的虚拟世界，甚至可能在虚拟中孕育新的宇宙。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开启全新的存在形态与体验方式。即便如此，这类文明依然主要活动在本恒星领域之内。星系之间的距离仍是巨大挑战，不过对于掌控恒星能量的物种而言，这只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非无法跨越的极限。现在，我们真正进入了宇宙文明的领域。3级文明已经摆脱了单一恒星系统的束缚，可以掌控整个星系的能量。这种存在层级与我们当前的状态相距甚远，几乎难以想象。3级文明会殖民并利用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恒星系统。他们要么已经掌握了超光速旅行技术，要么找到了绕过光速极限的方法，比如利用虫洞或其他异乎寻常的物理机制。对于这样的文明而言，距离几乎失去了意义。3级文明掌控的能量规模堪称天文级，可以直接汲取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能量，甚至从时空结构本身或人类上无法理解的高维领域中提取能量。凭借如此庞大的能量和超乎想象的技术，他们甚至可以重塑整个星系的结构，移动恒星，实施星系尺度的巨型工程，建造规模堪比恒星系统甚至更庞大的人工结构。这样的文明个体或许早已不再保留原始的生物形态，而是以纯能量形式存在，或作为遍布星系的人工智能网络运行，甚至呈现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存在方式。他们的意识可能覆盖整个星系，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活体超级系统。对3级文明而言，操控物质与能量只不过是基本操作，他们可以创造或毁灭恒星，引发新的星系演化进程，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延缓或阻止宇宙走向热寂。凭借这种力量，他们甚至可以直接干预物理定律本身。然而，即便这种近乎神明的层级，文明进化仍未走到尽头。卡尔达舍夫最初的文明等级止步于3级，但后来的学者提出了更加极端的设想。4级文明的影响范围将超越单个星系，掌控整个星系团，甚至覆盖可观测宇宙的重要部分。这一层级的物种操控暗物质与暗能量只是常规操作，甚至可能通过诱发局部暴涨或直接工程化现实，创造全新的宇宙。他们或许更像是宇宙园丁，在宇宙中播撒生命，或引导年轻文明沿着卡尔达舍夫等级不断进化。还有人提出了5级文明的设想，一个掌控所有可能宇宙与维度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存在几乎等同于全知全能，与人类心目中的神并无区别。然而，此刻的我们只是一个年轻的0级文明，刚刚迈出探索宇宙的第一步。这些高级文明，你或许觉得只是某些无聊人士的幻想罢了，但你别忘了，就在1个多世纪前，人类登上月球，将东西送到火星，同样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科幻情节。在卡尔达舍夫等级中，能够建造戴森结构的文明属于2级文明。这类文明可以利用恒星释放的全部能量。虽然完整的戴森球极其困难，但由大量轨道装置组成的戴森群，可能在高度发达的1级文明阶段就具备理论可行性。若你想了解戴森球的规模有多大，不妨先看看我们的太阳。
太阳的直径约为139万公里，其体积足以容纳130万个地球。若在太阳周围建造戴森球，其半径至少需要达到一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这样一个结构的内表面积将达到约 2.8 乘以10的17次方平方公里，相当于地球表面积的 5.51 倍。建造戴森球将是一项真正的宇宙级工程。那么这玩意儿如何才能实现？首先是获取足够的资源。地球的资源远远不够，所需材料必须来自其他行星，或通过开采小行星和彗星获得。水星因其金属含量丰富，常被认为是重要的材料来源。目前最可行的设想是从戴森群开始，依靠自我复制机器人逐步扩展。这些由太阳能驱动的自我复制机器人，类似冯诺依曼探测器，被视为建造戴森结构最现实的设想之一。在如此规模的工程中，人工智能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这些机器人最初会建造太阳能收集装置和能量传输系统。随着能量获取能力的提升，他们会制造出更多机器人，进而建造更多收集器。整个戴森群就这样不断扩张，逐渐包围太阳。从戴森群发展为完整戴森球所需的时间难以准确估算，因为这取决于远超人类当前技术水平的因素。以现有技术推测，可能需要数百万年，但若拥有高度先进的自我复制机器人，这一过程或许可以缩短至数百到数千年。整个建造进程很可能呈指数增长，最初缓慢，随后迅速加速。机器人制造机器人，机器人再建造新的太阳能结构，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这些收集装置可能会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戴森球。届时，引力稳定性将成为最大的技术挑战。要让整个结构长期稳定地环绕太阳运行，将需要极其先进，甚至远超我们现有认知的工程技术。第二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是散热。如此庞大的太阳能量在最初阶段极难驾驭，若无法有效释放热量，整个结构很可能因过热而崩解。因此，人类必须掌握远超现有水平的超强、超轻质材料技术。但这只是挑战的一部分。戴森结构的建造还需要不可想象的工程精度与系统协调能力，远远超出当今人类文明的极限。不过，对3级文明而言，这些问题并非不可逾越。那么，你认为人类有朝一日能完成如此宏大的壮举吗？可以在评论区或弹幕中分享你的看法。目前，科学界虽然确实发现了一些恒星的异常特征与戴森结构的理论预期相吻合，但现在就将其认定为巨型人工结构仍为时尚早。造成这些异常现象的，完全可能来自星际尘埃、碎石云或尚未被理解的自然机制。没有人能对这些异常下定论，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谁知道未来会发现什么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理论解释的奇怪现象，却依然没有任何确凿的外星文明证据。因此，这种发现异常却找不到外星人的局面，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人类而言，至少需要10万年才能达到更高的文明层级，甚至可能需要数百万年才有机会成为3级文明。前提是人类文明能存活那么久。但问题是，这样的文明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其技术活动规模之庞大，按理说应当在宇宙中极为显眼。根据最新观测数据统计，在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在太阳系外发现了约4000颗系外行星。仅在银河系中，就可能存在数千亿颗恒星，几乎每颗恒星都拥有行星系统。那么，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外星文明迹象？这正是费米悖论的核心。宇宙如此古老且庞大，理论上不可能只有地球孕育了生命，更不该只有人类这一种智慧文明。然而几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得到直接答案。或许并不是宇宙中没有生命，而是我们尚未掌握正确的倾听方式。目前对地外文明的搜索主要集中在无线电波段的信号，不过这种方式存在严重局限。这类信号只适用于0级文明，而且在宇宙传播过程中极易被背景噪声和电磁扰动削弱，导致大量信息丢失。理论上，更高效的通信方式是将信号分布在全频谱中，以最大限度保留信息内容。
但对于仍停留在单一频段技术阶段的零级文明而言，根本无法解读这种信号，只会听到一堆毫无意义的杂音。换句话说，即便银河系中充满了来自2级或3级文明的信号，人类现有的射电望远镜也可能根本听不懂。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一组研究团队提出了新的假设，这些文明或许并未消失，而是隐藏了起来。他们在大范围天区观测中发现了21个星系，并试图通过异常信号寻找所谓的文明排放痕迹。其中2个星系显示出异常增强的红外辐射，且无法用已知自然机制解释。天文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大量戴森结构，甚至整个星系被外星文明利用的迹象。不过，要验证这一点，仍需进一步确认这些红外辐射的真正来源。费米悖论还有另一种解释是，高级文明可能在刻意隐藏自己。毕竟，宇宙如此浩瀚，我们找不到它们，并不能证明它们不存在。在搜寻高等技术文明时，天文学家通常关注的是红外辐射和能量废热。那有没有可能，外星文明不仅拥有难以想象的科技水平，还掌握了完全抹去自身存在痕迹的方法？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如果始终无法找到文明迹象，或许人类应该研究缺失的部分。理论上，若3级文明真实存在，他们会收集并消耗整个星系的能量，最终可能留下能量被耗尽的空洞区域。宇宙中确实存在许多巨大的空洞区域，曾一度被认为是文明活动的证据，但这一假说后来被否定了。即便如此，科学界并未放弃，只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最终走向了死胡同。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我们出生在了错误的时间点？计算机模拟显示，40亿年前宇宙中智慧生命出现的概率可能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高。这听上去有点难以置信，但如果地球在35亿年前就已孕育出原始生命，那为什么宇宙的其他地方不能在类似时期进化出智慧生命？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不计代价地追寻答案？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冒着人类可能被彻底毁灭的风险，这样做是否值得？我们同源而生，却仍无法停止内部冲突，那你凭什么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会比我们自己更珍惜人类的生命？人类担心资源枯竭，2级文明担心恒星死亡，3级文明则会思考如何逃离宇宙的终结。但若放眼更高层级的4级乃至5级文明，这些问题都根本不值一提。理论上，这样的文明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宇宙。有物理学家指出，在实验室中孕育一个婴儿宇宙所需的能量，大致相当于1000万亿度的高温，而这仍在高等文明的能力范围之内。4级文明或许难以实现，可一旦实现，意味着真正成为一切可观测、可思考、可想象事物的创造者。考虑到人类进化速度之快，以及如今微型激光推进飞行器已近在眼前，这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或许早在过去我们就已经被造访过，只是察觉的概率几乎为0。甚至此时此刻，人类也可能被某个高级文明默默观察着，等待我们进化到足以接触的阶段。又或者他们早已启程，只是从宇宙另一端抵达这里需要数十万年的时间。哪怕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也未必是坏事。孤独或许令人不安，但这同样意味着人类有机会成为未来宇宙文明的奠基者。或许未来有一天，那些高度智慧、外形仍与我们相似的存在，会把我们视为先驱，如同孩童第一次摸索这个黑暗而广阔的世界。或许这一切只是人类的幻想，或许真的存在，又或许那并不是他们，而是未来的我们。如果多重宇宙最终成为现实，那5级文明将征服这些世界，并在征途中汲取几乎取之不尽的能源，而那些被视为黑洞对立面的白洞，可能正是通往这一切的关键。与此同时，科学将继续迈入高维空间的研究领域，开启那些曾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秘密与可能性。依照部分科学理论，6级文明将是多维文明。若人类踏入第4维度，一个超越长度、宽度与高度的假想空间维度，我们的物理身体将无法在其中存在或运作。科学家推测，在第4维度中，
物理定律和物质属性的表现方式将发生根本变化，这与三维生命形态并不兼容。然而，对于已经进化到6级文明的物种而言，这或许根本不是问题。从理论上说，他们可能学会了将意识以纯能量的形态保存，并在不同维度之间转移。唯一的限制可能是完成这种转变所需的能量，而6级文明刚好能从跨越多重宇宙的白洞中汲取能量。虽然这一切仍停留在设想层面，但生活在这种新现实中的存在，可能早已超越光速，自由穿行于时间之中，并打破因果律的束缚。视频看到这里，你是否会觉得文明已经没有更高层级可言了？但或许还有最后一个层级，文明演化的终极形态。7型文明将是自然法则、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乃至维度本身的创造者。我们无法想象这类文明的存在形式，甚至无法确定它是否在理论上成立。在那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宇宙中，将由截然不同的物理法则主宰，即便人类能够接触到它们，也永远无法理解其本质。有理论推算，人类需要10的24方年才可能进化到这一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第7级，因为它并非由个体组成的文明，而是存在本身。即便它早已存在，我们也无法察觉。虽然对地外智慧生命的思考令人着迷，但寻找如此高等文明的证据极其困难。相比之下，搜寻较低等级文明或许更为现实。不同文明等级的理论为搜寻生命提供了线索，尤其是在适合生命存在的系外行星上。科学家的研究显示，银河系中可能存在多达3亿颗这样的行星，而人类至今只研究了其中55颗。像韦伯空间望远镜这样的尖端设备，不仅在寻找生命存在的迹象，还在搜寻技术活动的信号。天文学家认为，凭借现有观测能力，如果在已观测宇宙区域内存在1级文明，我们早就应该发现它们的迹象。它们的航行方式与能量活动不太可能完全隐蔽。2级文明同样难以隐藏自己，为了获取能量，它们需要用戴森结构包裹恒星。若在与地球到太阳相同的距离上建造一个稳定的戴森球，其空间将达到地球表面积的6亿倍，其内部规模远远超过地球本身。物理学家罗伯特·福沃德估算，一个半径为1天文单位的戴森结构所需材料约为10的27方千克，大致相当于土星的总质量。当然，这一估算假设的是实心结构，并未充分考虑实际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技术难题。无论如何，让恒星消失所需的材料与能量都是天文数字。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在银河系中发现真正的戴森球迹象，不过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疑似发现。天文学家曾探测到来自恒星 HD 164595的异常信号，距离地球约92光年。当时人们一度认为，只有2级文明的信标才能产生如此强度的信号，但最终证实，那只是环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军事卫星。2008年，天文学家还发现了一颗围绕超亮尘埃星运行的系外天体，最初命名为北落师门 B。起初，这个天体看起来就像一颗明亮、寒冷、快速移动的行星，然而在2014年，它却神秘消失了。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其轨道不稳定而脱离母星，或者迁移去围绕另一颗更大的恒星运行了。戏剧性的是，后来研究人员才发现，这个天体并非行星，而是一团巨大的冰冻碎片云，可能源自2颗冰质小行星之间极其罕见的剧烈碰撞。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北落师门 B 消失的真正原因，但有人猜测，这是否与某个2级文明获取巨型工程所需材料有关，比如建造戴森球。正因为连恒星和行星的异常都如此难以解释，人们才会进一步追问，我们究竟该如何追踪3型文明的迹象？3级文明要么极其罕见，要么在我们的本地宇宙中并不存在。天文学家曾利用红外望远镜搜索这类文明，希望捕捉到它们排放的大量红外辐射，但至今一无所获。不过，科学界仍抱有希望。一种假说认为，3级文明可能隐藏在巨型宇宙空洞之中，这些空洞的起源至今仍未完全明了。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区域是波江座空洞，这里几乎没有恒星和星系，
直径约 3.3亿光年，占可观测宇宙直径的 0.27%。有科学猜测认为，这种极端空旷可能源自3级文明的宏大工程，例如逐一遮蔽整个星系，用戴森结构包裹恒星，或将恒星整体迁移到其他位置。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能够验证这一假设。你觉得人类终有一天会发现外星文明吗？如果真的发现了，你是否想尝试与之接触？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如果喜欢此类内容，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见。